锯下来的这半边金担子桩，枝干基本没有什么形，但这个根还不错。这种比较长的根，在没有完全木质化前，可以考虑做复式盆景。找一个石头先比试一下，确定根的走向。做复式盆景，石头很难有与根原配的。要找到根与石的契合点，根能附上去，而且还要自然。这是一块当地的青石，树根和石头都要做适当的加工。加工主要是按照根的大小和走向开槽。做根复式盆景，石头要尽量的显瘦，这样才能把石头做成山，山显得更高。除加工之后要进行打磨，去掉一些人工制作的痕迹。根复式槽中只留几条粗根，像这种细根都要把它剪干净。这些都是做复式盆景必须准备好的东西。铝线要用4号以上的。在做根复式前，先把根放在水中泡1晚上，让根吸走水，这样保证根不失水。这样的根在制作时韧性也会比较强。操作从上道开始，先把树桩与石头做一个基本的固定，将根分段固定，垫上小木块，增大根的受力面。像这种操作在复式盆景制作中是经常要用到的。把根或者是杆固定，在整个复式盆景制作中，这一步操作是非常关键的。根有张力，把它一直压到位，容易造成根的破损。要像这样，边拧紧边调整，逐步进行，让根在受力过程中得到缓冲。这个部位基本与石头吻合了。这样受力逼迫根在针抽的过程中朝左右2个方向生长，这样就形成了根与石的吻合。做复式盆景，根在受力小或者不受力的情况下是很难与石合二为一，即使要形成，也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把根压紧，会自然的与石头合在一起。局部再加点力，根就压下去了。像这样，根就基本固定好了。现在可以看到压上去的效果。从上往下分段固定，稍微有点韧性的树根都基本能与石头吻合。这条根是全部嵌进去了，这个部分还没有完全到位。像这种比较硬的地方，可以多加几根铝线。这个根太硬了，等春季完全成活之后，在这个地方拿几刀。做复式盆景是很难一次成型的，有时候要经过多次加工。做复式盆景的基本定理就是让根或者是杆在受力的情况下改变它的生长方向。喜欢复式盆景，在自己制作过程中要感到比较困难的，一般是出在选择根的布局上。根的布局一般是顺石缝而下，没有天然的石缝，只能进行人工开槽，把根缠入在石头的外表，除非是像榆树、三角枫这些愈合能力比较强的树种，否则是很难达到树石合一的效果。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不管是根或杆，在石头上不能形成横切面，这样就把石头一分为二，失去了石头的整体感，也就失去了山的形状。做复式盆景要注意树与石的比例，像这个金担子杆本身就没有什么形，而且比较长，只能把它锯短重新培育。这种根块把它埋在沙中是很容易长根的。做复式盆景用这种浅盆的表现力是比较好的。这条根有点多余，根复时根部要求多，这条根可以考虑做一个出枝，这样可以在出枝之后与主干形成呼应。金担子的根是很容易出芽的，
主管要重新蓄养，找什么样的型有多种选择，主要是与时相配。就像一个陡峭的崖，树悬在半山腰，这盆富士盆景立即就有了。富士盆景加工之后，前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是否上盆要根据树种和桩的成型情况进行。像金担子，它的愈合能力不会很强，要是根与石头形成完全的愈合，先放养1至2年，不能进行地养，也用稍大一点的盆养，用沙子所种，这样更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高围的主要目的是保湿，同时也起了诱根的作用，这样使树桩成活更有保障。最后把水浇入，常露在外面的根干要常模进行保湿。我是山泉农场，感谢您的收看，评论区见。